这趟去南极我总共会经过3个国家：美国、智利、墨西哥。那在安排智利的行程的时候，我一直反复的看到这颗头，大家应该对摩艾石像不陌生，市面上各种居家用品、扭蛋、吊饰，甚至贴图、表情符号都有它。而这个很有喜感的石像，正是来自智利的复活节岛。正版的摩艾石像预估是在1250年至1500年间，由当时在岛上的原住民 Rapa Nui 人雕刻而成。这些巨大的石像竖立在岛上，面向内陆，最高一座将近10公尺，似乎在守护着岛上的村落，极为壮观。许多研究人员对摩艾石像的用途提出了各种推论。然而，由于岛上的 Rapa Nui 人一度接近灭绝，关于石像的口述历史也随之失传，至今围绕在这些巨石的只剩下谜团。我研究了一下，发现前往复活节岛的固定班机只有从智利的圣地亚哥出发，所以这集的 Discovery 我们要去到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偏僻的孤岛，来探访这些神秘的巨大石像，它们的用途到底是什么？岛上的 Rapa Nui 人又都去哪里了？复活节岛又称 Rapa Nui， 是一座面积约163平方公里的火山岛，和台湾南投县埔里镇差不多大，位于智利以西外海约3700公尺，是世界上最与世隔绝的岛屿之一。我们光是从台湾坐飞机到这边就要花将近30个飞行小时，鸟览整座岛就像是一块漂浮在大海中的小石头。岛上的居民称这里为世界的肚脐。复活节岛这个名字则是在18世纪荷兰探险家发现这个地方那天，刚好因为是复活节星期天，所以就把岛取名为 Easter Island。来到这种比较偏远的小岛，下飞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检查自己有没有网路。身为没有网路就会原地失业的人，这次我从南美洲到南极使用的网路都是 eSIM 版。用 eSIM 上网不需要更换实体卡，不需要在飞机上对手机做微型手术，也不用担心会不小心把网卡弄丢。只要透过 eSIM 的手机 App 或是官网购买网络方案，下单之后只要10分钟就能够在信箱内收到你的 QR code。到机场上飞机前或是等通关的时候，连上机场 WiFi 就可以直接设定好，非常快速简单。在香港的朋友如果没有办法购买 eSIM， 也可以购买实体卡，下单之后隔天就会马上寄出。抵达目的地插入卡片，开启漫游跟行动网路，就可以开始使用了。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马上询问线上客服，回复速度比阿弟英文粉中还要快。像我一次出国要经过好几个国家的时候，我就会一次把 eSIM 全部都先买好，安心出发。如果临时想要改行程，也可以在官网或者手机 App 上面购买，收到 QR code 就可以马上使用。感谢 eSIM 让我出国还是可以毫无节制的发废文。现在除了推出各种年卡大优惠，eSIM 跟 FunSIM 全馆购买第2件之后79折之外，买到第4件之后还有69折的优惠，然后使用我的优惠代码可以再折10%。那我会把所有当月的优惠链接放在影片的资讯栏。那接着我们一起来继续探讨摩艾的故事吧。整个复活节岛有这么多的考古遗址，这整座岛屿是由智利政府管辖，岛上大约有40%的土地全部都是国家公园。但是自从疫情重新开放之后，游客去到大部分的景点都需要除了门票之外，还要有当地的导游陪同。但其中有一个是可以免费去的，刚好它离我们的民宿很近，这边的这个塔海，所以我们就先去看看我们的第1只摩艾像吧。我们到了来复活节岛的第1座摩艾像，其实不止1座，1、2、3、4、5、6座，就在前面这里。这个景观看起来有点像塞尔达，就是一片绿地，然后旁边这里有 random 的马，你可以去驯服它们。然后远方有海啊，有一些雕像这样子。哇，它们比想象中的大好多哦。非常高，而且他们站在一个平台上面，就让他们更高了。然后他们全部都是往里面看，这边这几个损坏比较严重，我们去看一下那边那个最完整的。哇，这边这个可以靠得好近啊，是在几步的范围之内，但只能到这边，不能再前进了。然后远方的那一只其实还更完整，可以仔细看一下。它除了头上有压另外一块石头之外，它的眼睛也是完整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摩艾本来是有眼睛的哦，这样子才是它完整的形态。许多的考古学家认为，摩艾在 Rapa Nui 的文化当中具有政治跟宗教的双重象征。那这些巨大的雕像到底用途是什么呢？它们其实是墓碑的一种，在这一个一个摩艾像的脚底下埋葬的是在部落里面具有重要地位的领袖他们的遗体或者是骨灰，所以这些摩艾像基本上就是非常壮观的灵骨塔。然后他们在树立起来都是面向岛内，也是象征着保护着住在岛上的居民。Rapa Nui人相信这些摩艾像可以承载祖先的灵魂。那在全部雕刻完成之后，最后才会加上眼睛，因为他们相信眼睛是灵魂之眼。再把眼睛镶上去之后，摩艾像才会具有他们所谓的灵力 mana。现在复活节岛上有大约8000人，有1间医院、1座监狱、1座机场，还有一个环绕整个岛的主要干道。岛上主要的语言是西班牙文跟 Rapa Nui 语。但是会讲 Rapa Nui 语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Ilan ho ikolua taku ingo neko Simon. Ya anagaluan ho eu itere marite pera atere otire pero toku ingo toku re ohangara hipa iko
Rapa Nui. Rapa Nui 虽然是属于智利政府，但是他们当初有跟智利签了一个合约，就是土地自主跟财务自主，所以 Rapa Nui 人是不用缴税给智利政府的。那这个岛上所有的观光收入也是属于当地人，他们甚至有自己的一面国旗，就这边这个 Rapa Nui 的国旗。好的，那今天差不多先讲到这边，我们明天会跟当地的导游会合，去看看岛上更多的摩艾像。我们的第一个景点，这边要看门票。我们这个第一个景点是以前 Rapa Nui 的人住的地方。他说这个房子的设计是像一个船一样，它是一个倒过来的船，大概是这样子的高度，里面长这样子。哦，其实里面比想象中的大。就是我可以整个站起来，不会顶到。但这边感觉就只能做个卧室吧。它的厨房跟公共空间都是在外面。这个是他们以前的厨房，然后这全部都是火山岩。会拿这些火山岩在里面起火之后，这些火山岩都热了，然后就在这边煮饭。所以是这边原住民传统的烹饪方式。他们的文化真的跟火山岩非常有关了。种他们的植物也是用火山岩把它包在一起，这样可以抵挡一些海风跟盐分，然后也可以保持湿度。The circle is called Coropaina, is where they sit down the children around the circle to teach them how to read nature. These moais, they're naturally just blown over? Could be naturally or could be pushed by enemy clans. Oh, OK. 这8个就是这一区的酋长，然后每一代的酋长就在这边安葬，然后把它树立起来。前面这个圆圈是他们用来教育小朋友，还有像这些祖灵祈求保护的一个地方，所以这边就是一个宗教神圣的场所。但他们全部都被推倒了，雨真是太大了，相当糟糕。我们在第一个景点，全团人全部都湿透了，希望这个雨待会可以小一点。前往下一个景点，我们好像到了摩艾工厂。因为这边是工厂，所以它摆了各式各样的火山岩的材质，这些就是用来做摩艾的材料。这个是他们头上压的那个装饰石头。This is the pure basalt with what they carve the moais. 这个导游因为他有个口音，然后他刚才介绍的时候呢，不管是介绍植物啊跟石头啊，他就一直在讲说 Asian people 怎么样。然后我想说，这边原来是亚洲人吗？不是，他在讲的是 ancient people。我到后面才听懂，是古时候的人，不是亚洲人。哦，工厂的入口，哇，因为全部都是你看这边有一个很大一颗的，然后这里的就是应该是被这些土石流或者是常年累积的一些淤泥盖住了，但这些一颗一颗的头啊，底下都是完整的身体。So after the moais are done here, how are they transported to where they're at the platforms? Nobody never see the transport of the moai. The first explorers, Europeans, never see the transport, but what they see and they do drawings about was a tattoo in the arm of the figure of the moai with long lines and tiny people like dragging the moai. So this moai was on something that they dragged. The scientists found the tiny coconuts like this. We found the coconuts. 哦，这些摩艾在这边做好之后，到底是怎么样运送到他们的平台上面？到现在还是一个谜。但刚刚导游说，可能考古学家有发现一些圆的椰子，可能这个当做轮子，或者是我在网络上面有看到一个影片，是会用绳子绑了之后左右摇摆，让摩艾像这样子走路的走过去。但这全部都是假说，没有人确定到底摩艾是怎么样移动到他们后来的位置的。甚至还有当地的传说是摩艾在这边打造好之后，他们会自己走过去。但是你看起来应该是不会动，你怎么没有去你该去的地方呢？ Why are these moai not transported to the place that they're supposed to be and they're left here? Because they probably keep a private collection for themselves. They do statues for the rest, but they keep something for them. Okay. They love their moais, and there's even evidence of houses that they build in between the statues. 然后我现在逐渐在成为一个抹布，超湿。这只很特别哦，它是这样跪坐着。 很像坐在合适的姿势，他屁股这边还有个曲线，屁屁很翘。导游说，以前 Rapa Nui 人呢，可能对于天文学是蛮有概念的，所以他们在刻这些摩艾的时候，都是脸朝上，仰望着天空，在看星星。在这个摩艾上面的这个雕刻，很像是 Rapa Nui 的国旗，
它就是一个独木舟的样子。那这边会变成工厂，也是因为它就在这个火山的山脚，所以这里有非常多的火山岩，然后可以就直接从这里开挖，然后把它雕刻成摩埃像。仔细看之后发现他们在嘟嘴，而且他们的轮廓很深，很明显跟我们长得不一样，他们鼻子非常的挺。刚导游说这个火山啊，它除了在面外面被雕刻之外，它里面也还有一个 crater， 然后也会从里面拿更多的材料跟岩石来去雕刻成摩埃。And that one is called Moai Totokaan. Oh, I see it. It has 25 meters. Oh. The most huge large Moai of all. 哦，那边那个是最大的摩埃，看出来了，那整个轮廓看得到吗？在后面这样子的一个轮廓，它是这样子插到土里面，总共25公尺长的最大摩埃像。这边就是一个 work in progress 的摩埃，它就是把那个石头全部都打掉，然后下面留下来一个摩埃。就躺在那里，然后可能刻完之后再把它立起来。看到这个摩埃工厂，是觉得古代人真的是很有意志力。它这个山之前全部都是石头，而且它是用石头刻石头，用比较硬的石头刻比较软的石头，把这边的山一块一块的剥落之后，然后再把里面的摩埃慢慢成型。他们看到这座山，就是看到的是里面躺着的各个摩埃的形状。单纯靠人力就要做到这件事情，就是令人匪夷所思。那这边因为是工厂，所以全岛快要有1000尊的摩埃。有将近1/3都是在这座山脚下。从工厂这边看得到我们下一个要去的目的地 Tongariki。这边就是在很多的那种国家地理频道啊，或是各式各样拍复活节岛影片都会出现的那一整排的摩埃。这个好像是他们头部上的东西掉下来了，放在这边。刚有说嘛，红色的这个特殊的火山岩是他们的头饰。这边有15尊排排站，很有趣，可以看到一些 pattern， 就是在摩埃像的前面一定会有这个用石头围出来的圆圈，就是刚刚说的。Why is only one of the Moai wearing the head? When you repair Moais like this, fix again the heads to the bodies with concrete. You cannot put more stone. I see. On the top. So only the second one was the best Moai to resist everything, so it's possible to put pukao only the second one. The others pukao are damaged. 所以这一整排是在智利大地震的时候，因为有引发那个海啸，所以全部都被冲到那一边去。所以这个平原会这么的平整，然后没有石头，是因为那时候海啸就是达到了那里现在的马路。所以后来在19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日本的富翁，他就是很想要看到一整排是恢复的样子，所以他就帮忙资助了这一整排的摩埃可以重新站立。所以这边就是有15个排排站，包含它下面的这个平台也都是新建的。所以它才站得这么整齐、这么完整。所以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这15个全部都有头饰，然后其他坏掉的头饰是摆在那边，刚刚的那一排。我觉得听到这个故事会更觉得不可思议，古代的 Rapa Nui 人是怎么样把这一个一个的摩埃放到他们原本的位置。就以现在的技术，都要100万富翁才能够把15个重新列好。我觉得主要的谜团真的就是 Rapa Nui 人怎么样从那么远的工厂把一个一个的摩埃排排站放好在他们应该放的位置。从他们的背面看，长这样子。这15尊非常的完整，然后也有被修复过。然后我刚才仔细看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有2个疑问。第一个是他们的耳垂为什么有的长有的短，然后第二个是他们的手指头非常的长。来问一下导游。Because some of them they used to have holes to hang earrings of Traquita stone. Because their physical appearance was different to many other clans. The length is different because of the earrings. Oh, okay. What about the fingers? Why are they so long? Probably some Polynesian genetic condition of the Asian clan. So they're not like fingernails or they're actual fingers that's still so long? I don't know. 好，我们暂停一下。这边导游说他不知道，其实在这一整段旅程当中，他有时候不知道的事情，他就会很老实的承认，可能这是推测，或者是他真的不清楚。那我自己上网研究了一下，是有个说法说这个长长的手指头其实是包含了指甲的长度，所以才会长这样。但是一样，这也只是推测。那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推测，我们前面就有讲过了，因为岛上的历史很多是口述，所以已经失传，造成每个人的说法都会有些出入。那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Rapa Nui 岛的主人就是 Rapa Nui 原住民，在历史上面有某段期间人口急剧的减少，负责记录历史的长老们也都消失了。那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消失状况，也是有不同的说法。
根据一些考古的记录呢，在15世纪的时候是这个岛上人口最多的时候，但到18世纪就是欧洲探险队第一次发现这个岛，当时岛上的人口就已经少非常多了。那1774年，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他抵达复活节岛，他报告说他发现岛上有很多的摩艾像都被推倒了。然后再来时间推移到1860年，法国传教士抵达的时候，已经没有一座石像是站立着的。考古学家推测，从1862年到1888年之间，大约94%岛上的人口已经死亡，或者是迁移到其他地方。那有一位地理学家贾德·戴蒙德，他在2005年发表一个著作叫《Collapse》，他声称复活节岛是一个警示的故事，因为岛很小，资源有限，在过度开发的状况下，导致生态破坏、人口剧减，而因为内部冲突导致了社会的崩解。这是第一个假说，过度发展的生态绝灭说。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根据一个近年的研究，这个研究显示，在复活节岛上面的人口一直到1860年代是持续的在增长的。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有来自秘鲁的奴隶贩卖者强行带走了很多复活节岛上面的人口。那随后他们有将一些人放回岛上，但是这些人回来的时候状况不太好，加上也带回来了一些传染疾病，像是天花，进一步重创了岛上的人口。所以根据这个说法 ，Rapa Nui 的人口会巨降，是因为外来的侵略者以及传染疾病。那我们讲的刚刚这两个假说，不管哪一个比较接近事实 ，Rapa Nui 人的巨降使得这个大量依靠口述历史的文化逐渐消失。那可能是因为这样子，人们在试图理解摩艾像的时候，常常一知半解，都只能靠很少的证据，用推测的方式来尝试理解这个文化谜团。但是这可能也是古文明有魅力的其中一个原因吧，就是因为有非常非常大的想象空间。摩艾会被树立起来，它就是榜样，所以任何职业都可以当成摩艾，它不一定要是长老，它也可以是一个渔夫，它也可以是一个猎人，你只要是最棒的猎人、最棒的渔夫，然后重点是你愿意分享资源，你愿意共好，为了社区付出的话，你在死后你就可以变成摩艾，然后它就变成是一个世代的榜样，所以它也有点像是一个典范嘛，一个模范，让整个社区的人一起向上变好，所以其实意外的非常正向。然后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冷知识，就是一个摩艾底下不一定只有一个人，如果你是他家族的人的话，你也可以一起被涨过去，所以它有点像是鸡犬升天。就你一个人做好事，然后到一个程度哦，你可以成为摩艾像了。那之后你所有的家人都可以跟你葬在一起。好，这边补充，这个餐厅前面有一个模拟刚做好的摩艾会长怎样，就这个眼睛啊，然后耳环，然后还有手指头都非常的清晰，就觉得好像有些东西还是要经过时间的淬炼会比较好看。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 Discovery， 这是对复活节岛还有摩艾像做了非常多的功课，然后也从当地的导游 Rapa Nui 人口中听到很多的故事。希望今天的这一集呢，有让大家对于日常生活就可以看到这些摩艾石像更加的了解。但因为复活节岛的班机很固定，这是我们来跟回去的班机最短也要待在这个岛上4天，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有3支影片会跟复活节岛有关。大家在这支影片了解了这个岛的历史跟文化之后，可以在接下来的影片看看当地人是怎么样在这边生活的。那还有额外一支影片是关于 Rapa Nui 人的古老神话鸟人宗教。那因为导游实在是讲了太丰富的历史跟故事，所以我把它额外做成一支会员影片。大家如果对 Rapa Nui 版本的饥饿游戏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看这支影片。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 Discovery，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拜拜。